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男友家拆迁喜提3套房，现金300万。他告诉我，阶级是不可逾越的，他得找个门当户对的。后来，他带着新欢追尾了我的劳斯莱斯。我想了想，这拆迁款不够赔呀。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毕业实习把我忙得焦头烂额，但我却乐在其中，毕竟公司是我家的嘛。结果男朋友却把我甩了，我打算约他好好聊聊。大学在一起了2年，他对我也算是呵护有加，感情虽然不算深厚，但也是有基础的嘛。就这么不清不楚的，实在是可惜了。我这才在咖啡厅坐下没有多久，一辆奥迪就停在了我靠窗的位置。这车实在是太挡视线了，让我本就一般的心情变得有点差。结果要分手的男友从上面下来，还非常骚包的穿了件粉色的阿玛尼花衬衫配蓝牛仔裤，关键那衬衫还是件假货，线头还露在外面，本来就是偏黑的阳光男孩肤色，现在穿这身显得就跟非洲土着似的。蒋瑶，我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你就别跟我纠缠不清了。张辉走进来，劈头盖脸就是这么一段数落，弄得好像我是个专门倒贴还被人不喜的无脑女，这我可就不干了。我爸说在我没有接手公司之前低调，但并没说我要忍气吞声，可我还是克制住了给这前任一个大耳刮子的冲动。毕竟爸妈说了，在外得注意仪表，拿出了手机，找出了我们的聊天记录，就分手吧3个字。你告诉我这就算跟我说清楚了。我的声音并没有刻意压低，顿时我们这边就成了众人的焦点。我有些脸热，从小的家教告诉我，脸还是得要，我没必要因为渣男失态。没等我调整语气，张辉却好像极为羡慕这种被注视的感觉。蒋瑶，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家昨天拆迁款下来了，分了3套房，还有300万。他说到300万的时候，伸出3根手指头跟我比划，那嘴都要笑裂到耳朵根了。我当场就骂了，当初怎么就瞎了眼，觉得他是个有思想、有抱负还有责任心的人呢？都说男人有钱就变样，可这特么的才区300万呢，加上我家的那3套房，我现在身家也近1000万了。就你那工薪家庭，怎么配得上我？看见门口停的车了吗？我刚买的。看看我这件衣裳，阿玛尼的限量款。你见过真阿玛尼吗？我确实没见过他这款限量的真阿玛尼，是有钱限制了我的想象。这是我爸妈还有我哥的错，可这样不是他这个土鳖凤凰男能在我面前炫耀的资本。我笑了。当初我以为自己遇见了爱情，结果这狗男人跟我说，以前都是我自作多情，他喜欢门当户对。巧了，现在我也是。张辉，我觉得你说的对，以我们2家现在的身份，确实不门当户对，分手确实应该。他的确是配不上我，他家无论是拆迁前还是拆迁后，跟我家都门不当户不对。蒋瑶，其实之前我还是挺喜欢你的，但是你也得理解我的难处。我疯狂点头，确实，我现在太能理解你的难处了。当初我哥知道他死皮赖脸的追我时，就说过门当户对这句话，我那个时候就应该听我哥的，打断他的狗腿。呸，太好了，我就知道蒋瑶最懂事理了，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别像我这样的家庭，以后我们还是不要来往了。是呢，我最为理智懂事了，所以像他这种凤凰男死渣男前任，还是有多远滚多远。毕竟我们门第不相配，
爱情又不能当饭吃，我还有那么多的员工要养，他那300万都不够我公司员工1个月的工资流水。这死渣男听不出我在内涵他，直接就给我来了一句：确实，以后我们2个阶级的人了，你跟我做朋友也会很辛苦。得，他还在这自我感动上了，我这是说了什么话，就让他在脑内自我高潮了？作孽呀！要是没有什么事情，你就把我微信拉黑吧，我们当面双删，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你好，我也好。我面带诚意微笑，双手将自己的手机奉上，简单的好友列表里已经没有了他这个人。他可能没有想到我竟然是如此的上道，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恍然地从他那不知道啥大牌的牛仔裤里掏出了手机，当我面把我给删了。那啥，我们在一起发个朋友圈，官宣一下，省得以后别人误会怎么样？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还是点了头，还是看我先发完，他才发的。我迅速联系闺蜜帮我截图，当做以后说清楚的证据。看到闺蜜发给我的 OK 手势，我差点开心地跳起来。哦耶，事情都解决了，我这就该功成身退了。没啥事，我就走了。我拎起桌上包包，背在了身上。他却一把拦住了我，既然都已经说清楚了，你以前送我的礼物我都退给你吧。卧槽，这是什么操作？分个手还能回点血？就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从车上给我抱回了个大箱子。这都是你之前为了装有钱人给我买的假货，先都还给你，还有一些我都没拆开。我买假货？我彻底无语了，真的好想将手里的购买记录给他看看。不过，为了避免他现在发现我身份节外生枝，我决定忍了。呵呵，你还真是贴心哈！我咬牙切齿地说了这么一句，抱着箱子就准备走人。虽然我知道现在已经没有资格管你了，但我身为一个有钱人，还是要劝你一句：你有钱就买，没钱也别装大方，一直买假货送人了。卧槽！我直接瞳孔地震，这一大箱子的爱马仕定制款，居然就是他嘴里的假货，哪来的自信啊？你确定这一箱子里都是假货？为了我的智商还有审美，我决定挣扎一下。可是他非常快的就给了我答复：是的，有人都告诉我了，全是假的，网上都搜不到，神他妈的网上搜不到。这句话让我陷入了沉思，不过信息量有点大呀。有人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应该听我家里人的，不理这个渣男。这样啊，你可真的是谢谢你了。我抱着那箱子爱马仕扬长而去，真特么的好笑。不过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也就不用在意的。刚出门就被渣男妈给堵住了。蒋瑶啊，你先别着急走，阿姨还有话跟你说。我只好顺势坐在了咖啡厅外面的座位上，无语地看着这对奇葩母子。果然渣男前任不负我所望的将冰美式端出来了。呵呵，100块的最低消费都舍不得，还要蹭我的，可真是有钱人啊。有什么话咱们今天就在这都说开吧，最好以后再也不要见面，看见就恶心。是这样的，你跟我们家张辉啊，也算是有缘无分。既然现在都分了，他也将你送的东西都退给你了。阿姨这边给张辉争取点补偿，不过分吧？什么玩意？我跟张辉一起出去吃饭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而且还都是我花的钱。他除了请我几杯奶茶，还带我看了一场电影之外，送的最多的就是早餐了。咱不昧良心，这真的就是有一说一，不过分。账单带来了吗？我直接单刀直入，想要快点结束这场笑话。结果他们全家就都是来搞笑的。张辉的妈妈居然给我拿出了一个账本，可
就是我们上小学时候用的那种算账本，纸页都泛黄了，能留到现在。张辉他妈也是个极品，阿姨也不跟你多要，就这个账本上的，你给我就行。好家伙，之前上网总看有人吐槽说小心手拉清单，我还笑得很大声。现在，呵呵，小丑竟是我自己。做了个深呼吸，我将小账本打开，上面还真的是连那天早上买了个包子几毛都写得清清楚楚。最要命的是，包括我唯一一次去他家吃饭，那一顿饭的就是只有一条清蒸鲈鱼，就这，他妈还算了我1/4的鱼钱，而且这价格够买10条了。阿姨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你跟张辉好一回，这钱我就给你凑个整。好家伙，这是哪来的自信？居然如此的自我感觉良好。妈，终于是连渣男张辉都看不下去了，拉扯了他妈一下，却被狠狠地拿眼睛剜了一把。妈什么妈？有些事情不在一起了，就应该堂堂正正地说清楚。你看蒋瑶都没说什么，你在这下咋呼什么？我没有说什么，这还需要我说什么吗？给我整不会了。结果人家一点也不尴尬，转过头就开始又来他那套。阿姨知道你是好孩子，怪就怪你父母不争气，出身差了，配不上我家张辉。哎，你们虽然有感情基础，但也终究没有这个缘分。阿姨也觉得惋惜，但是阿姨没办法，我可真的会写。但是这阿姨说的对，我们的爹妈确实不争气，才把公司做上市而已。我这出身确实配不上他的凤凰男儿子，他儿子应娶个公主或者女王。呵呵，我正准备客气几句，然后赶紧给钱走人，以免我这厢爱马仕再被他们抱回去，到时候可真的得不偿失。远处走来一个穿绿色休闲西装的女人，阿辉。那声阿辉叫得特别腻歪，我跟他在一起2年，从来都没有这么喊过。顿时我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特么的，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阿辉，没想到你的前女友还是我的同事。哎，好巧啊。蒋瑶看着他跟我打招呼，我整个人都麻了。这不就是从我进公司开始就成天给我使绊子，穿小鞋的白欣欣吗？还真是人生无处不相逢的冤家路窄。女人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刚才张辉说的友人了。是呢，真的好巧。我脸上笑嘻嘻，心里早骂他10000遍。他果然直接挽上了张辉的胳膊，头轻轻地靠在张辉的肩膀上，那副小鸟依人的模样还真有点热恋中的样子。要不是他们穿的一个大粉一个大绿，我还真的不至于出戏的想笑。不知道为什么他俩站一起就让我想起来几十年一开花的仙人球。不过蒋瑶，你跟阿辉分手也好，省得整天在公司里跟我们领导勾勾搭搭的，到时候对阿辉名声也不好。什么玩意？我跟我们领导勾勾搭搭？我粗略地回忆了一下，他说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哥斯。我瞬间就顿悟了，这个仙人球在公司一直针对我，原来是因为我跟领导走得近。蒋瑶，刚才我还在自责对你不公平，没想到你早就在公司里干那些事情。果然没有身份家世的女人就喜欢靠着某些东西上位。张辉听白欣欣这么说，顿时脸色就变了，直接就给我扣上了某些不堪的罪名。我确实再次被恶心到了，神烦的准备速战速决，可白欣欣怎么可能会放过我？毕竟她在公司一直吃瘪，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机会，能不狠狠踩我几脚吗？现在我们家阿辉跟你说清楚了也好，你也有点自知之明，别成天死皮赖脸的看见个有钱的男人就往上贴，不然跟你做同事都觉得丢人。我可真特么的谢谢你了。
还真的以为我不还口，是怕你了呀。确实，像张辉这么幼稚的凤凰男，我确实配不上。你俩也确实合适。白欣欣没听出我话里的意思，高傲的跟什么似的。她斜着眼睛看我。我跟阿辉本就是青梅竹马，我家也拿到了拆迁款，自然是门当户对。好家伙，我说金哥怎么突然这般硬气了？原来也是突然变成有钱人，知道怎么嘚瑟呀。行，你们百年好合哈。妈的，我不跟傻逼生气，拿出手机找到了张辉妈妈的微信，快速的转了个250过去，就将人给删除了。一码归一码，跟这样的人还是应该算清楚的。我也不用他凑整，我给他凑，正好证明他一家人什么德行。好了，事都说完了，我就先走了。说完，我直接抱上我那厢爱马仕，大步而去。走的时候还瞄了一眼，的确大部分都没开封，真好。傻逼前任压根不识货，不过这能怪谁呢？瞎眼了的还不是我自己，没心思再去上班，把东西扔我那白色玛莎拉蒂的后座上，就开车回家了。一进门，3口人整整齐齐地看向我。宝贝，你今天怎么突然回来吃饭了？闺女，你这是怎么了？瑶瑶，是不是公司出事了？3个异口同声，我却无奈叹息。刘妈给我来碗米饭，无视他们3个。我洗完手出来，就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我哥满脸狐疑地看着我，不对呀，你不是要保持身材，好等着你家那个亲男朋友求婚，直接拉人家原地结婚吗？我真想给我哥一巴掌，哪壶不开提哪壶。结果我这心口还是一酸，他把我甩了，说我们不是门当户对，要我去找门当户对的。我爸当场就拍了桌子，他是哪个集团董事长的私生子，敢这么瞧不起我姑娘，老子明天就给他整下线。对，我还要叫上圈里的姐妹，看看是谁管不住自己的男人，老娘要亲自将那个小三撕了，让他勾搭完别人老公，还敢生个儿子嫌弃我闺女，给他能耐的。我妈顺势跟上，与我爸同仇敌忾。然后就见我哥已经开始给朋友打电话，什么没听说有谁家爆出来私生子，倒是最近圈里出了几个拆迁户。行，你帮我查查有没有一个叫张辉的，他得罪我了，很严重的那种。可，其实你们想多了，我也被我爸妈以及我哥脑洞给震到了。那个张辉家里满打满算有个不到1000万，还上升不到我哥他们这个圈子。还有就是我爸的脑洞太大了，怎么就成私生子了？就张辉他妈的那个皮相，还是放过圈内的金主大爷们吧。怎么不是私生子？我爸第一个先反应过来，然后沉思了一下，就算是单传也没事，你放心，就是他爸再厉害，爸爸也给出这口气。我赶紧拉住我爸，不是，他家就是拆迁了，拿了几套房跟300万而已。什么？我妈顿时抓住了重点，才300万就觉得你配不上他了。与此同时，我哥看着地上那一箱子爱马仕，陷入了沉思。是的，这一箱子就不止300万了。良久，我哥满脸一言难尽的开口问我，你确定他脑壳里不是空的吗？我白了他一眼，你好好说话，我们还能做兄妹，一个拆迁户就好办了。秦远啊，这事就交给你了。我爸大手一挥，就将这事给安排了。我妈也点头，男人们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可得替你妹妹出气。爸妈你们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能办好，我都策划多少回了。我哥顿时摩拳擦掌，等等，这话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可又没找出来。结果就在我纳闷的时候，我爸一挥手，老徐呀，去酒窖把我珍藏的那瓶好酒给我拿出来醒了，再让刘妈重新炒一个菜。
我们一家人好好喝一口。是。我突然想起过年的鞭炮还有2挂。秦远啊，你等下拿出去给放了。我哥一边点头应着我妈的话，一边用家庭影院点了一首《好日子》循环播放。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今天我失恋了，怎么整的好像是要过大年一样。反正这个消息让我全家都开心的要死，冤种只有我自己。突然，我爸拿遥控器给音箱静音，一本正经地问我：“不会明天又复合了吧？”嗨，为啥我爸就不关心我？现在这心里到底难不难受？想想刚才他们是怎么恶心我的，还有那个白欣欣的嘴脸，我果断地摇了摇头。他跟别的女人出轨了。我爸顿时一脸恍然大悟，然后笑出了声。那没事了，接着奏乐，接着舞。可，我还是你的亲闺女吗？我哥正好放鞭炮回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认识那个出轨对象吗？我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见过了。我感动得想哭，果然还是我哥最懂我。我赶紧跟他告状，就是咱们公司的那个白欣欣，听说也拿了拆迁款。他还说我天天勾搭你，你勾搭我。我哥瞳孔地震地指着自己鼻子，我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嘴紧紧地抿着。嗨，这就怨你爸，非要让你跟我姓，说什么这才是爱我的表现。现在这人也真是怎么就按性区分是不是一家人呢？猝不及防，我这新晋单身狗就被我妈塞了一嘴的狗粮。爸妈不知道，那个女人天天在公司变着法的勾引我，反而我跟我妹这工作狂说点事，倒成了勾引了。可，我确实工作狂，那是因为男朋友我选了爱情，那就要自身成为家庭的助力。现在想想，嗨，幸亏我是工作狂，不是恋爱脑，不然现在还不一定在那哭得死去活来。对不起我这一家宠我的亲人。哥，他怎么勾引你的？咱们这块展开来说说。没有我这团宠 VIP 在家里听不得的。嘶哈，这个事情可太有意思了。之前我以为他嫉妒我跟领导走得近，工作能力又强，就嫉妒我。现在看来，他这是把自己的想法按进我的脑子里了。别说我想听，就连我爸妈聊天的声音都小了，耳朵也在往这边侧。我哥直接翻了个大白眼，说一个智障干嘛？说他还不如说说你这一箱子爱马仕该怎么办？这是个好问题呀。次日一大早，我抱着爱马仕出门了。刚失恋都不休息2天啊，你这样我压力很大的。我哥看我一脸生无可恋，就想赶紧逗我一下。我白了他一眼，不上班还不把你一个人累死啊？我爸妈已经在我毕业之后就成了甩手掌柜，美名其曰让我们自由发展，其实就是他们想过2人世界。要是我还跑了，我哥好可怜的，他其实也拼命3郎，我都有过担心他过劳死的念头。还是我妹心疼我。走吧，哥送你上班。我跟那箱子爱马仕一起上了车，然后到了公司，我就在群里发消息说要出一批2手，同事们都围了上来，准备挑件心仪的。没错，这一箱子爱马仕我不要了，出个2手，回头把钱捐给有需要的人，也不算是浪费，还能做件好事，洗洗认人不清的晦气。哎呀，让我来看看，这是谁把我们部门当菜市场了，还敢摆地摊？白欣欣没过多久就来了，嘴上的口红还缺了一块，一看就是刚才在楼下与张辉难舍难分了。我懒得搭理他，将手机里的电子发票转给同事，那人乐呵呵的就走了。能不乐呵吗？限量版款的爱马仕全新只要9折，2手的只要7折，买到就是赚到，做梦都会笑醒的好吗？喂，他这些东西来历不明，
真假都不知道，你们就敢买呀？白欣欣见我根本不搭理他，干脆就想造谣生事，顺便拉了这帮已经买了东西的人一起质疑我。要是他能将这脑子用到工作上，也不至于只是个小组员了。你确定我卖的这些东西都是假货吗？我冷哼了一声，看着他的眼神极为的淡定。就他那点手段，骗骗没见过世面的张辉还行，能进这栋楼里上班的，哪个不有一手的辨真伪能力？因为一不小心穿了假货，进了客户的雷区，失去的可不就只有一个客户而已。果然，他的眼神开始游移起来。哼，就算是真的，谁也不清楚你是怎么搞来的这些，说不准就是你当小三被人赶出门偷的。这可真是贼喊捉贼，明明小三是他，却硬要将这锅往我的头上扣。我当时就要站起来跟他理论，关系还行的女同事拉住我，假装问价，却小声地提醒我，听说他家被拆迁了，正是得意的时候，你别搭理他了。这女同事也是好心，我随手拿了个5毫升香水礼盒送他，让他兴奋地尖叫。哼，确实没必要跟他这样的人撕破脸，反而显得我见识短浅。白欣欣觉得自己赢了我，更为的得意，从背包里掏出了请柬。哎呀，周末是我的订婚宴，大家一定要来呀！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收到了请帖，当然我也有。众人满脸羡慕的恭喜。好的，一定。我却只想翻白眼，看着那红色的请柬，我冷笑了一声，欺人太甚，这都是你们自找的。渣男表女的订婚宴办得还算热闹，我是掐着讲话的时间，带着整理了2天的清单去的。当然，为了方便，我还特别做了 PPT， 可以放在大荧幕上讲谣。我想，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而今天是我的订婚宴，你还要来闹吗？张辉就是一个渣男，看着身穿华丽礼服，妆容精致的我瞬间就呆了，还是白欣欣暗中踩了他一脚，才回过神来。我只是临时想起，我们分手的那天，你母亲有句话说得很对。张辉走下台来，十分不解地看着我，我轻轻笑了一下。当你母亲说2个人若是不在一起了，那就应该将过往花销都算个清楚，然后再列个清单了解。那日我被你甩得措手不及，虽然明白这话有道理，但我也没有来得及准备。今天你就要跟别人订婚了，跟我这前任还有牵扯，怕是对不起新娘子，所以我就想在这订婚宴之前将我们的事给了结了。我说完，就将厚厚的笔记本交给了他。幸亏我有写日记跟记手账的习惯，不然这几年的老账还真的不好查。阿辉，不就是他给你花的钱吗？花了多少你都给他就是了，在人家订婚宴上闹，也真的是不知羞耻。今天我既然来了，定然也是没有想要给他们留脸的。我再不知羞耻，也没有明知道人家有女朋友还贴上去。所以我跟张辉这个事情，你还是闭嘴吧。我这几句话，宾客看白欣欣的眼神都变了，议论声也响了起来，而张辉却还在沉浸式地看着我的清单，久久不能回神。是啊，他怎么回神？一顿饭几千块钱，一双鞋上万，这2年来大小节日纪念日，以为还给我一箱子就算够了。那一箱子不过是我给的冰山一角，专门给他新工作入职撑门面的罢了，怎么可能这么多？张辉面红耳赤，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可能是经过几天的富人生活，也长了点眼力，认出了我一身的衣裳都是香奈儿的高定。你哪里有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是你现在脖子上戴的项链，还是腕上的袖扣，亦或者这一整身定制西装？我手指戳着他的胸口，没错，
这身订婚宴的衣裳是我买给他来向我求婚的，他将一部分的东西给我，但是贵重的一样都没有。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心思，这些都是你造假的。你一个工薪家庭的女孩子，怎么可能给我花了这么多的钱？而且我这身西装是自己买的。张辉知道事情不好，就开始想贬低我了。这招现在可不好用，你自己买的，发票呢？丢了。他决定打死不认，我却不可能轻易的就这么放过他。今天一定要将他给扒光，丢我那天10倍的人才行。丢了。你可知道这些高级定制的西装都有出生卡的，你没有我有呀。说着，我从手包里拿出一摞的卡片，这些都是珠宝配饰还有衣裳的定制卡，在场的人也都见过世面，一眼就明白谁在说谎。刚巧这个时候我哥来了，那拆迁女白欣欣恨不能手脚并用的爬到我哥的身边去的模样，看得我十分恶心。老板，你可算来了，这蒋瑶疯了，胡编乱造了个清单要讹钱，你可要为我做主啊。他说着还不忘真真切切地哭上那么2声，倒还真的像那么回事。可我哥却不搭理他，而是拿过了张辉手里的清单，抿着嘴看了老半天。我记得你上学那会零花钱不多呀，是不是都省下来给这个小子花了？被我哥拿眼刀子戳，我这心里十分的慌。确实如此，我这人上学也挺要强的，还偷着出门打过工，平时跟同学也吃路边摊跟外卖，但是我从来不曾委屈张辉。我觉得他配得上这世间所有最好的，只是可惜了，是我自己过于脑内了。听见了吗？我们老板都说了，你上学的时候没钱，所以这些都不是你送的。闭嘴！我哥一扭头，看着他冷冷地说了2个字，顿时这气场2米的霸气，让我心里可乐开了花。白欣欣瞬间大气都不敢喘，只能用眼睛瞪我。我狠狠地白回去，以为谁不会呀？张辉是吧？我很早就知道你了，这些清单也是真的，所以快点把钱给他转过去。一听真的要给钱，那白欣欣顿时不乐意了，那可是几10万啊！秦总，你怎么可以这样？白欣欣一脸失望的表情看着我哥，就好像我哥对他爱而不得，故意报复似的。我哥一脸不耐烦，我们很熟吗？白欣欣的脸色一白，然后狠狠地咬了下嘴唇。我是你手下的员工啊。哦，我哥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看得他脸色又红润了起来，才冷哼了一声。那你被开除了？什么？当初白欣欣可是走了不少的关系，才能进了遥远控股集团，现在就这么被一句话给开了，怎么能甘心？老板，就算你为了这个贱人要我离开公司，你也要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我差点笑出声。老板想要开除一个人，哪里还需要什么理由？这白欣欣脑子里怕不是装的都是空气吧？就连一直还挺护着他的张辉，看他的眼神都嫌弃了起来。啧，这个男人还真的是市侩啊。我哥微微一笑，理由有3个：一，你在公司造谣生事，破坏公司内部团结；二，你在公司公然勾引身为上司的我；三，你竟敢当我面欺负我妹妹。众人，我去，蒋瑶居然是我们老板的妹妹。是啊，当初我就觉得他们的名字跟集团一样遥远。这时白欣欣才脸色苍白地看着我，我与我哥笑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像，他顿时就坐在了地上，浑身都颤抖了起来。小样，现在知道怕了，晚了，你别在这愣着了，快点扫码，我还有事呢。张辉的嘴巴都张成了 O 型，好久都没有合拢。他妈一脸讨好，瑶瑶啊，这小情侣哪有不吵架的，何必闹成这样？这白欣欣
不过就是来暖场的。今天要订婚的新娘是你啊，你想得美。没用我开口，我哥就先不干了。开玩笑，他前2天才放了好日子庆祝我分手了好吗？你也不看看你们家是什么身份，就你儿子这个样子，他配吗？此处应该给我哥掌声，这话对得我心里舒服。张辉不死心，但是面子还是要的，咬着牙给我转了58万。蒋瑶，这是你想要的，我必然会给你，但是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我生气了？我之前都是鬼迷心窍了，抱歉啊，我那天也是听了你的一席话，我也舍不得你。这话我说的十分深情，他都要感动了，甚至伸手想要拉扯我，被我躲开了。但是我觉得你说门当户对这4个字确实挺对的，我以前不懂这些，只觉得有爱情就够了，这还是你教会我的。张辉，白欣欣跟你门当户对，你以后好好跟他在一起，走吧，跟这种人废什么话？我哥很是及时的出手，当了那个拆散鸳鸯的棒子，他要是再晚拉我1秒，我怕是都要笑场。真逗，当初觉得我是工薪女，看我不上，现在我是豪门千金，让他高攀不起。跟着我哥出了酒店，我这步履轻盈，仪态潇洒，50多万够我挥霍一阵子了。不要白不要，死渣男！跟我哥上了我家的劳斯莱斯，他问我接下来去哪，我抿着嘴，除了上班我还真的没有什么想干的事情，但我不敢说。大周末的跟我哥说走啊，回去加班啊，他一定会杀我灭口，再毁尸灭迹。你要是想不出就别想了，哥等下有个聚会，你就当个女伴去溜达溜达，当散心吧。我想这是个好主意呀，没准还能开个第2春，便欣然答应了。可是我们的车刚停到红灯下面的准停线上，后面就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然后我们的车就滑到了人行道上。卧槽，肇事了！我哥帮我解开了安全带，将我浑身上下都检查了一下，然后才打开车门下去。干什么呢？红灯看不见吗？本来我哥不是暴躁的人，以前也不是没出现过这样的小事故，可这次有我在车上，顿时就急眼了。跟着下车的我一眼就认出了追尾我们的那辆奥迪，是那个渣男前任的车。瑶瑶，我不是故意的。我看着已经急得满头汗的张辉，冷笑了一下。没有人会在出事之后说自己是故意的，但是这车你打算是怎么赔？既然已经没关系了，那就没必要客气。可是张辉看了看我哥，向我求情，这不是你家的车吗？你是我女朋友，就说这车你弄坏的。呵，我嗤笑了一声，这个男人怎么就这么不识趣呢？走回副驾，我在车上拿出行驶本，一把扔到了他的身上。赔钱！他颤巍巍地捡起那行驶本，顿时脸上惨白，手指都在抖。那行驶本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蒋瑶。不过我看你家拿到的那点拆迁款赔不起，哈哈哈哈！看着他那如丧考妣的模样，我可真的是太开心了。而这个时候，白欣欣他们也追了上来。好家伙，这下可是热闹了！我赶紧拉着白欣欣，指着那碎了一地的车灯：“你未婚夫撞的，他家赔不起的，你给垫垫呗。”白欣欣一下就打开了我的手，大叫着：“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劳斯莱斯，我怎么能赔得起？”然后他咬了咬牙，转过头狠狠地打了张辉一个嘴巴。刚才你把我一个人丢在订婚宴上，现在我追过来就是要跟你说清楚，我们2个之间完了。哎，不行啊，你家连我们的20万彩礼钱都收了，要走必须给个说法。张辉的母亲瞬间将他拦住，满脸都是厌恶。当初我就跟张辉说你不是好的，可他就要跟你在一起，我才跟瑶瑶说了那么狠心的话。
现在你要走行啊，把钱给我。可是白欣欣可不像我当初那么好说话，20万可是他好多年的工资，怎么可能拿了还给他吐出来？这是你儿子对不起我，我没告你家骗婚就不错了，还想要钱。白欣欣说着就想推开张辉妈妈走人，可后者多难缠啊，直接拦了上去，然后2个人就打了起来。我跟我哥撑着太阳伞，喝着车里的冰镇矿泉水看戏，等着交警来处理。他们这打得十分热闹，挣扎中，白欣欣的礼服被扯坏了，差点走光了，而张辉却被白欣欣的弟弟打倒在地，扎了一脸碎玻璃破了相。我还听见那小子喊，要不是我姐说将来你家的钱都给我花，你真的以为我姐会嫁给你个穷鬼？好家伙，这张辉挑来挑去，挑了个伏地魔。不过凤凰男配伏地魔也是一绝。哥，这边的事情你叫人来处理吧，这也太晒了。明明我哥给我打着伞，我还哼哼唧唧。没错，我就是故意的。看着那好像野鸭子般的白欣欣，心里爽得不行，已经叫了。我怎么舍得让你一直这么被晒着？我被我哥扶着上了他的布加迪，他将油门轰得特别响。这车还是我哥毕业时候买的，因为太骚包，所以没开几次。这回弄来，指定就是给我撑场面的。我哥真的是太好了，看着他们吃我哥车的尾气，我这心里就十分的爽。本来想着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可是有些不要脸的，非要给我玩什么棒打鸳鸯、一往情深的戏码。这不，我被张辉给拦在了大门口，他的脸上贴着5、6个创可贴，居然都没满，这脸得多大？还好意思扯横幅，写着瑶瑶我爱你，请你原谅我。好家伙，这是为了不赔钱，脸都不要了，懒得搭理。保安，把他给我插出去。公司大门口也是公司的地，不，就连外面的停车场跟绿化带都是我家的。可是他却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一下就挣脱了保安向我扑来。我没想过事情会失控，顿时就吓得后退了2步。不过这张辉应该是疯了，速度非常的快，眼看就要抱住我的时候，我被人向后拉了一步，落到了一个魁梧有力的怀抱里，然后就看见2个黑衣保镖将张辉给制服了。瑶瑶，我那么喜欢你，你居然才分手就跟别的男人抱在一起，还这么对我。此时我才回神，退出了那人的怀抱。这位先生不好意思，举手之劳而已。他的面容极帅，还十分有绅士风度，看我的眼神很清澈。蒋小姐以后还是小心些。我顿时就耳根子发热，还是第一次跟除了我哥和老爸以外的男人这么亲近。你认识我？我搜索了一下记忆，根本没有这么帅还有身份能力的一好人存在。看来你是真的记不起来我了。我是杜胜。杜胜，卧槽，那不是我儿时的玩伴，后来全家去北方发展了的小胖子吗？想起来了，他笑着问我，我赶紧点了点头。你要不说你的名字，我还真的认不出你了。当年你那个身材就跟胖虎似的。说着，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感觉他身上的肌肉很是结实。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那会你还拿巧克力骗我给你当保镖，你忘了？这事就不要说了。看见儿时玩伴，我这心情顿时就好上了很多，能够聊的也很多了。看来你们2个已经相认了，那就不用我再为相亲做铺垫了。什么？我捂着自己的嘴，我要跟我的竹马相亲？妹，我爸说了，既然你已经想通了要找个门当户对的，那这杜胜就是最合适的。我眨巴眼睛，哪里合适啊喂？结果这杜胜也跟着添油加醋，
不仅门当户对，我们还是青梅竹马，有感情基础，又有产业互补，等等。这个节奏不太对，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被套路了？但是我没有证据。妹妹，反正你现在也是单身狗，就先当朋友相处呗。我哥开始不停地敲边鼓，觉得事情不好的我，直接就找了个借口溜了。可我能溜？我家的公司，我家的房子，我家的车，他不能溜啊。于是，这杜胜就以长辈朋友家孩子的身份，堂而皇之的住进了我的家里。没事，我可以走啊。就当我提着行李箱准备溜的时候，我妈把我拘住了。我跟你爸要去国外玩几天，你哥又出差了，只能麻烦你照顾杜胜了。好家伙，你们故意的是吧？可是大家都走了，将杜胜一个客人单独留在家里，每天还要去我们家公司上班，确实不好。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好吧，就这一次。然后我爸妈就光速的走了。本来以为跟杜胜2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会不习惯，可他好像很了解我，不会让我不舒服。甚至我后来都觉得，要是有天能找个这样的老公也不错。等等，这个想法很危险，必须平地掉。为了冷静，我出门夜跑，没想到还能遇到张慧，他就像个神经，一路追着我，吓得我慌不择路，掉头猛跑，最后又落入了那个魁梧的怀抱里。这次那人的身上还有我沐浴露的味道，我顿时就红了脸。这人怎么可以用我的东西，还是那么私密的？就在我脑子宕机的时候，他又救了我，让保安将张辉给带走了。本来我还想再晚一点跟你说的，但是现在看来我必须要说了。瑶瑶，我喜欢你，以后都让我像小时候那样保护你吧。他说的我心怦怦跳，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也在重逢那天喜欢上他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过了2年小情侣的生活后，我嫁给了他，成了门当户对的杜太太。其实人对了，门当户对也很甜。番外，没想到完成了父母的遗愿。我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女朋友，这怎么行？于是我有点上火。助理问我是什么事情让我这么难受，当初拿下港口地皮都没让我这么劳心费神。我叹息了一声，将自己的事情说了一下。本来也没指望助理能有什么好办法，只是想要排解一下这么多年他跟着我打拼下来，俨然也是我的亲兄弟一般了。嗨，我还当是什么大事呢？他笑了笑，然后从我桌上那些被筛掉的地皮名单里抽出了一个很厚的黑色文件夹，然后里面是这一片住户的材料。他抽出了一份给我，老板，你看看这个，这是她男友的家庭情况。之前我已经看过了，也是因为这个才没同意买那块地，抢了他身边的位置，还想赚我的钱，没门。助理见我不耐烦，笑了一笑，听说秦小姐为人低调，对外只说自己是打工人的孩子。你说要是这个张辉一夜暴富，再有个人挑唆一下，好兄弟，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然后我就提前回到了与他在一起生活过的城市，看着他被渣男甩，心里疼得不行。助理问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出去，我说还不到时候。终于我得到了消息，那个张辉还要闹事。幸运的是，我成功的救下了他，拿了一个满分的印象分。老公，你又看结婚证发什么呆？快点出来，我们要走了。他推开门喊我，声音里带着笑意。我将结婚证收好，起身出去，而这段回忆将由我一个人好好的珍藏。大门口，他牵着我们的儿子，一袭长裙随风飘着，他用手压着帽子。老婆，风太大了，你怎么不去车上？以前都是你在等我，以后我也想等你。
我拉着他的手，以后我们会一直在一起。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拿了一个18块钱的冰淇淋，男朋友动手打了我。林晓，18块钱都够我买一包烟了，你怎么这么馋？秦光吼得声嘶力竭，额头上青筋直蹦。我也不是天天吃，再说咱俩加起来月薪都2万了，18块钱的冰淇淋也不算很过分啊。我一边小声分辨，一边笑嘻嘻地将冰淇淋拆开，递到秦光嘴边。我拿之前也不知道这冰淇淋这么贵，下次我知道了，不认识的冰淇淋不拿就是咬一口呗。下一秒，秦光猛地推了我一把，力气极大，我一下子坐到地上，整个人都懵了，冰淇淋掉在了地上，开始融化。秦光怒气冲冲地走了，留下一句：“你这样的女孩，我养不起，你好好反省一下吧。”我坐在地上，没有来得及告诉他，这样的冰淇淋会因为太廉价，禁止出现在我家冰箱。2个小时以后，我坐在自己家独栋别墅里，一边哭一边往嘴里塞冰淇淋。他原来不是这样的，他对我可好了。呜呜，我边吃边说，不过有一说一，咱家这冰淇淋哪儿来的？还挺好吃。我妈一脸嫌弃地往旁边坐了坐，生怕我把冰淇淋滴在她的真丝睡裙上。我爸终于放下了手里的财经杂志，回答：“这是昨天刚从新西兰空运来的，我跟你妈还没来得及吃。”听完这话，我抓紧又给自己盛了一碗，顺便塞给我闺蜜顾真真一碗。快吃！顾真真刚才接到我的哭诉电话，放下手头的工作，将我拎回了家。顾真真优雅地接过去，不失礼数地对我爸妈道谢，沾了叔叔阿姨的光。今天有口福了。我实话在一边，看着我爸妈和顾真真其乐融融的寒暄，含泪控诉：“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些温暖？”我爸敷衍：“能。”我妈顺手将沙发上的毛毯裹在我身上：“够温暖吗？不够还有。”还是顾真真看不下去，问我：“你想怎么做？”我不假思索：“当然是选择原谅他。”我爸警惕地接口：“在我妈的鸡毛掸子落在我头上之前，我求生欲极强的纠正：我要报复他，我要让他后悔。”现场沉默了3秒钟，我突然就被围住了。来，咱们好好计划一下。看着围坐在周围的3个人，充满了空前的热情和十足的干劲。我撸起了袖子。我家是做进出口贸易的，我爸白手起家，眼光极佳，胆量极大，硬是从一穷二白做到本地首富，在一众代代传承的豪门中拔得头筹。如果说他老人家是豪门例外，那我估计算是豪门意外。没有做生意的天赋，没有优雅的举止，外貌顶多算是清秀可爱，甚至连选男人的眼光也差得令人发指。闺蜜顾真真经常安慰我：“你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你搞笑啊。”我谢谢您了。秦光和我是大学同学，还是所挺不错的大学，211工程的。秦光长得很帅，学习又好，在情窦初开的校园里极其抢手。唯一的缺点就是他老家在偏远山区，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不过双十年华的少女们，谁在乎这个？其实对于当年秦光和我表白这件事，我是很意外的，以至于到现在我还能清晰记得当时的场景。一个阳光格外明媚的周五下午，我正背着书包美滋滋往校园外面走，准备回家过周末。迎面撞上刚刚做兼职回来的秦光，他手里还有没有卖完的百合花。他看了看我，温和又熟稔地问道：“准备去哪里啊？”问我吗？我结结巴巴，有些受宠若惊。
毕竟校草和小透明的距离还是有些大的。我没预料到他会主动跟我说话。我准备回家过周末。秦光似乎有些意外。你家是本地人，本地的孩子生活条件优渥，拼命学习的很少，加上我们学校分数线很高，所以本地人并不多。我紧张的点头。秦光看我紧张的样子，突然笑了。校草笑起来真好看啊。诺。秦光将手里的百合花递给我，送你，祝你周末愉快。我双手接过来，不敢相信的确认，真的送我吗？那我用不用付钱？秦光很自然地摸摸我的头，不用，小傻瓜，只要你下次见我的时候，别这么紧张就好了。我做梦一般的将花抱回家，我爸看见了，皱眉问我，男孩子送的。我骄傲点头。校草，你透露咱家家庭条件了。我爸一向嘱咐我，不许在外面说自己家经济情况，吓唬我，如果说了会有坏人绑架我。我疯狂摇头，那哪敢啊，毕竟我这么怂。我爸松了一口气，再次嘱咐我，什么时候都不许说呀。晚餐的时候，我爸告诉我妈关于我收到了校草送的花这件事，两人啧啧称奇，不约而同地怀疑这个男孩怕是脑子不太好，怎么就看上我了呢？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自然而然的，我和秦光在一起了，享受着其他女生嫉妒的目光，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没错，校园时期的虚荣心不过两种，一种是我成绩比你好，另一种是我男朋友比你的好。秦光对我很好，我们在一起之后，不乏别的女生挖墙脚，比我好看的，比我成绩好的都有，但是秦光始终敬而远之，他只对我一个人好，我感动得要命，几次觉得无以为报，只能把家庭小秘密告诉他了。但最终还是由于我太怂了而作罢。秦光只知道我家是本地人，家庭条件尚可，我们在一起4年，始终好的蜜里调油。秦光无疑是个温柔又体贴的对象，我以为这就是童话的结局，两个人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谁知道这特么就是个序曲呢？仔细想想，秦光的改变似乎就是从我们踏出校园，开始经受社会的毒打开始的。准确地说，应该是秦光遭受单方面毒打，我直接躺平，我胸无大志。我爸妈早心态平和地接受了这一设定，他们安慰自己，人这一生哪能事事如意，就当女儿是来讨债的吧。我想反驳，但是没敢，毕竟每个月还得靠我爸发工资。我毕业直接进了自家公司，当然是隐瞒身份的，职位是总经理助理。总经理不是我爸，他老人家深刻地贯彻赚钱是为了享受这一宗旨，一手培养出了他极其看好的接班人苏涵，然后退居2线，每天吃吃喝喝玩玩，和我妈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苏涵履历极其漂亮，海外留学归国，放弃国外高薪，一路从底层做起，和我爸配合起来天衣无缝。我爸说，自从苏涵来了公司，利润再创新高。还记得当时我爸和苏涵交接我的时候，我爸语重心长，他能力一般，千万别给他太复杂的工作，不然最后吃亏的还是苏涵你自己啊。苏涵不苟言笑，人如其名，往那一站就浑身嗖嗖冒寒气。在我偷懒想摸鱼的时候，他总是能第一时间发现，而且他也并没有听我爸的话，日常分配给我的工作都是一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做起来贼费劲，他有充足的时间让我一直返工的工作。我几次试图跟我爸告状，但是我爸听说我会做财务报表分析了，
欣慰且高兴地给苏涵涨了50%工资。我气得在心里骂他，压榨我，还涨工资，不要脸，腹黑男。不过在苏涵的指导下，我的财务报表做得越来越好了。苏涵难得夸我对于数字敏感，有天分，并且给我涨了2000块钱工资。我高兴地告诉秦光，现在我跟他工资一样多了，我们可以每个月多出去吃一顿好的了。秦光酸溜溜，就你那2把刷子还能涨工资？这不是他第一次酸我了。早在我进公司的时候，秦光就吐槽我成绩差，进大公司早晚被淘汰。我知道他背着我也给我家公司投了简历。我爸不想让我俩在一个公司，所以连面试资格都没给他。当时我觉得我爸不公平，没有给他学习机会。我爸却说，如果你们有缘走到最后，有的是机会。我听懂了，并且扑上去给了我爸一个拥抱，被我爸嫌弃地躲开。秦光最后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公司，拿着一份不高不低的工资，做着一份可有可无的工作。刚出校园时的踌躇满志，肉眼可见的在逐渐萎缩。我安慰秦光，刚出校门都是这样的，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说的斩钉截铁，但秦光只是苦涩地说道，以后是什么时候呢？我暗暗在心里回答，跟我结婚以后。顾真真对于我和秦光极其不看好，她说，你看着吧，秦光这种人在校园里万众瞩目，出来啥也不是，早晚原形毕露。我恶狠狠地反击，哼，才不会，你等着被打脸吧。没想到打脸来得那么快，不过打的不是顾真真的脸，是我的脸。第一次是我过生日，那也是我和秦光毕业以后我过的第一个生日。其实我还有点小期待，毕竟大家现在自己赚钱了，不知道秦光会精挑细选什么礼物呢？我怕他花太多钱，在生日之前特意暗示他，有一支香奈儿的口红颜色我很喜欢。我美滋滋想，这样不会让他花太多钱。结果在我生日当天，我收到了来自秦光送的一只毛绒玩具大熊。我抱着这只大熊，坐在一堆爱马仕铂金包、满钻项链以及来自苏涵的一辆迷你 Smart 车中间，满脸都是鼻涕眼泪。被我爸邀请来的苏涵难以理解地问，就算你在垃圾堆里捡了个男朋友，也不用哭成这样吧？我艰难地解释，阿 T， 我没哭，我好像过敏了。随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在我被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说是劣质毛绒玩具，材料不干净引发的过敏，还语重心长地教育我爸，看着你们家庭条件也不错，给孩子买点好的玩具，这些钱不能省。我爸满脸铁青，愤愤地回家了。至于那只玩具熊，我出院以后再也没看见，我也明智的没有提起。事后秦光道歉了很久，他说觉得那只熊很像我，所以就买了，而且想让它代替自己，一直陪在我身边。我原谅了他，顺便安慰自己，刚出校园，礼轻情意重。第二次是我们一起参加大学同学聚会，饭桌上秦光努力让自己依旧是任何场合下的焦点，但是没有成功。在职场上大放异彩的同学变成了众星捧月的对象。秦光一杯接一杯的喝酒。后来一位因为创业赶上风口直接起飞的同学半开玩笑问道，哟，这不是校草吗？现在在哪儿高就啊？有多嘴的同学抢答，一小破公司，我跟着我老板谈业务去过。秦光还给大家倒水呢。一阵哄笑中，秦光满脸通红。回家的路上，我安慰秦光，别在意，人这一生旺30年，衰30年，没准咱们的好日子在后面呢。
秦光甩开我的手。以后是什么时候？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秦光变了。以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变得我不认识了。至于这次因为一个18块钱的冰淇淋引发的争吵，其实也不能全部把锅甩在那个倒霉的冰淇淋身上。秦光的部门要提拔一个主管，秦光信心满满，志在必得。那几天他一下子又变得充满了朝气。小，这次我升主管只是一个开始，以后我还会升到经理、总经理，而且工资也会涨的。以后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当时很为他高兴，我觉得他是有才华的，只要耐得住性子，早晚会发光。谁知道公司的任命下来以后，是一个不起眼的同事当上了主管。那天上班时间，我收到了秦光的电话，我做贼一般蹑手蹑脚往外走，苏涵头也不抬。上班时间做什么去？我一个立正，大声报告：我想去厕所。话音未落，因为我的动作，口袋里的手机不小心接通了，那边传来了秦光的吼声：干什么呢？接电话这么慢？苏涵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随后挥手示意我快滚。我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喂，刚才在上班，怎么啦？秦光气急败坏地吼道：这破公司我一天都不想待了。黑幕，绝对的黑幕。凭什么是他当主管？肯定是因为他讨好了老板女儿。我被震得脑瓜子直嗡嗡，我没敢多说别的，只是安慰秦光先不要冲动。下班以后，我第一次无视了苏涵的加班要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出去，想去接秦光下班。我兴冲冲地等在秦光公司楼下，想要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秦光见到我以后，好像并不高兴，皱了皱眉：你来干什么？我来接你下班啊。我挽起他的手，没想到却被他一下子挣脱，我蒙圈了。没升职就连手也不能拉了，这么多同事呢，影响不好。秦光找补了一句。我正想说话，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走到我们身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开口：女朋友？秦光还没来得及说话，我就没心没肺地回答：对呀，你是他的同事吧？我叫林晓，很高兴认识你。对方意外地盯着我，隔了几秒浅笑：沈佳楠，幸会。在我还想说什么的时候，被秦光拉走了。我们一路散步回家，路上我努力活跃气氛，给秦光打气，但是他好像并不买账，一直沉默寡言。我说到口干舌燥，路过便利店就想去买个冰淇淋吃。我问秦光要不要什么，他不耐烦地摇头。我怕他等的时间太久会着急，所以匆匆忙忙拿了一个冰淇淋，又给秦光拿了一瓶可乐。结账时才发现，那个不认识的冰淇淋居然要18块钱。后来就发生了开头那件事，我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我不是失去了脑子。太多的细节，太多的变化串在一起，纵傻如我也发现了端倪。比如获得校草青睐的并不是我，而是香喷喷的本地户口。比如秦光有意无意地试探过我的家境。比如面对沈佳楠时候那紧张又期待的表现。我承认秦光曾经对我很好很好，我也曾全心全意爱着他，但是从走出校门那一刻，纯洁的感情如何经得住社会这个偌大的染色缸考验？顾真真说得对，从万众瞩目到小透明，秦光的心态早已扭曲。正当我们一家三口，外加一个顾真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我接到了秦光的电话。在接电话之前，我还抱有最后一丝幻想，以为秦光会和我道歉，没想到秦光劈头就是一句：
明天我妈从老家过来，要见你。行吧，我知道了，准时到。我出奇的冷静，秦光似乎没想到我态度这么好，愣了一下，告知了我详细地址和时间，就急匆匆地挂了。正当我挂断电话想说什么的时候，却看见剩下3个人直勾勾盯着我身后。我还没回头，就感觉脖子后面冒凉气。林晓，任何时候记得把你的工作先完成。苏涵特有的冷冰冰的声音响起，一摞报表便魔术般地出现在了我的怀里。我战战兢兢地回头，果然是苏涵这个腹黑男。我爸给我打圆场，小涵啊，确实是小小不对，但是她那个男朋友也太可气了，就图小小的本地户口，我们咽不下这口气，这不是准备反击呢。苏涵听过我们之间的事情，当时的他就嗤之以鼻，现在的他变本加厉。苏涵完全没有给我爸面子，开口就说这有什么可准备的，只要让他分手之后知道林晓的身份就足够了。从他鄙视的眼神中，我仿佛看懂了一句话，这还要浪费时间讨论，是不是工作不够多？我爸摆摆手，不能暴露身份啊，林董，恕我不能苟同您的教育方式，您还要这么保护林晓到什么时候？她不是小孩子了，就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恶意，逃避永远不是长久之计。苏涵不留情面地打断他，还有您说的林晓工作能力差，那就不给她成长的机会了吗？您没有发现她在财务数据方面有远超常人的天赋吧？或许您在商业上是个奇才，但在教育上还差得远呢。客厅中一片宁静，最后还是苏涵打破了沉默。恕我失礼，如果因此您需要收回我在公司的职位，我欣赏接受。林晓，在那之前，把今天的工作完成，明天放到我的办公桌上。说完，苏涵就走了。顾真真也想逃离尴尬，被我死死扯住。太晚了，今天你就睡在这里。在顾真真被我拖上楼那一刻，我听见沙发上传来一丝微不可闻的叹息。最终，我熬夜做完了那份财务报表。第二天一早，我和顾真真蹑手蹑脚地下楼，并商量好了，绝对不提昨天尴尬的事情。没想到楼下并没有我爸妈的身影，只在桌上发现了一个信封。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封简短的信。我和你妈去度假了，卡里有3000万，给你花，密码是你生日。正当我无语的时候，顾真真眼尖，背面好像也有字。我将信纸翻过来，我爸龙飞凤舞的字赫然在目，想做什么就去做，我们给你收拾烂摊子，别怕。我鼻子酸酸的，顾真真开口，我也陪你一起。我忍不住嚎啕大哭，像是哭出了若干年的委屈。这场宣泄只维持了10分钟，因为顾真真犀利指出我快迟到了。想到苏涵冷冰冰的眼神，我果断收拾东西。顾真真开车带我赶到公司。我本想将报表交给苏涵，再请半天假去见秦光的妈妈，没想到刚走到公司门口，前台小姐姐就笑眯眯地告诉我，苏总让我将报表放下就行，他今天开会去了，放我3天假。我有些意外，没想到苏涵居然连这个都提前安排好了。顾真真拿胳膊使劲捣我，我说他不会是喜欢你吧，也太贴心了。我泪叉子生疼，他能看得上我才怪。我和顾真真赶回了我在市区的小房子，房子很小，也是老小区，但是胜在离公司近，交通便利。这是我爸给我买的，当然秦光一直以为是租的，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其实我自己也可以，你要是忙的话就去忙工作吧。我有些不好意思。
顾真真虽然家里条件也很好，但是跟我不一样的是，她是个女强人，自己做服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顾真真毫不在意的大手一挥，公司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我不在的时候，公司难道就不运转了？我知道他是为了让我安心才这么说的。仔细想想，身边的人似乎都很好，除了秦光，可我偏偏曾经拿他当心头好。现在想想，几乎想穿越回去抽醒自己。顾真真问道：几点来的？我回过神，12点，市中心黄山大酒楼，也不知道选个好点的酒楼。顾真真撇嘴，到时候我就坐在你隔壁桌，别怕。12点，我刚刚好卡点到达。秦光和他妈妈已经到了。秦光皱皱眉，似乎责怪我没有提前到这等着，但是我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哼，谁管你？我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秦光的妈妈。其实也不是我多想看她，但是她往那一坐，真的太引人注目了。她穿着一件红底绿花的旗袍，说是旗袍，但是又不完全是，完全没有勾勒出腰身，腰的部分紧紧地绷着，让人不由很担心会不会开线。而且这是一件无袖旗袍，露出一双粗壮的臂膀，此时这双粗壮的臂膀正抱在胸前，表现出了主人的居高临下。秦光的妈妈半扬着头，颇为不屑地问道：这就是那个有本地户口的小丫头？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主要我发现她涂出唇外的紫色口红和开始掉皮的珍珠耳环，实在太考验我的憋笑功底了。隔壁桌的顾真真已经笑出声，并且开始拿刷抖音视频作为演示了。对，这是林晓。秦光回答，并且转向我。林晓，这是我妈。秦光妈妈上下打量我，看起来很是嫌弃，怎么看着傻乎乎的？以后生孩子不会遗传她智商吧？我装出一副老实的模样，不会不会，并且在心里补充，谁会跟你儿子生孩子？做梦去吧！秦光妈妈满意于我的态度，估计觉得好拿捏，又问道：家里几套房，几辆车？一套房，我父母住着，一辆车也是他们用着。我面不改色，胡说八道。这么穷啊？秦光妈妈有些不满。那以后你们结婚了住哪儿？不然让你父母把房子让给你们结婚用，名字可要写我儿子的呀。我忍住泼他一头水的冲动。谁给您的那么大脸呢？秦光可能也觉得有点太明目张胆了，打断他：妈，咱先吃饭。我起身说道：你们点菜，我去趟洗手间，顺便去吐一吐。等我从洗手间回去的时候，顾真真已经走了。我知道目的达成了，便也找了个借口：秦光阿姨，不好意思，刚刚老板电话让我赶紧赶回去呢，有个急事儿。秦光妈妈暗示：那这饭？我表示没问题，您就放心吧。秦光和他妈妈目送我往外走，见我确实去了收银台，这才放下心继续大吃大喝。我跟收银台的服务员说道：8号桌，鱼翅、鲍鱼、大龙虾、象拔蚌各上1份。服务员：好的，没问题。你要现在买单吗？我：不用，一会那位男士买单。我施施然离开，顾真真已经在车上等我了。见到我劈头就是一句：这母子俩太不要脸了。我拿过他的手机，播放了录音。顾真真在我去洗手间之后，偷偷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对话被完整记录下来。这女孩我不中意，看着傻乎乎的，家里条件也一般，哪儿配得上你啊？妈，您别着急，也没确定就是她呢。之前觉得她有本地户口，想着总比没有的强。现在我正追我们公司老板的女儿呢，
要是能成，房子、车子、事业我就都有了。那你可加把劲，一定要拿下。林晓这边也先吻着他，当个备胎。当我听完录音时，秦光的电话也到了。林晓，你什么意思？秦光语气很冲。我装无辜。啊，怎么了？你别生气啊，你怎么没结账，还点了那么多贵的东西啊？我以为阿姨的意思是菜不够吃，所以加了一些。我在心里偷笑，顺便上纲上线。再说，阿姨大老远来一趟，你不会连一顿好一点的饭都不舍得吧？秦光果然语塞。顾真真及时在一边喊道：“林晓，快点来开会。”我顺势说道：“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开会了。这2天你带阿姨好好玩玩，不用管我了，自由万岁。”顺便给秦光一些发挥的空间，不然他怎么飞上枝头呢？挂断电话，脑补了一下秦光和他妈妈得知那顿饭价格，并且我没有买单时候的嘴脸。我和顾真真爆发出一阵大笑。第2天，我和顾真真在家睡到了自然醒。我伸了个懒腰：“咱们待会儿去干嘛？”顾真真眼珠一转：“咱们去逛街吧，你现在可是富婆，咱们去挥霍。”我承认我狠狠地心动了，毕竟挥金如土的体验不常有，就当是哀悼我逝去的初恋了。临走时，顾真真说：“今天你开车吧，苏涵不是送了你一辆 Smart， 就当练车了。”我本能地想拒绝，很久没开过了，我没什么自信。但是转念一想，谁怕谁呀？别人都能开，凭什么我不行？当尘封已久的 Smart 上路时，我从开始时的胆战心惊，到越开越稳，发现似乎原来看起来很难的事情，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工作日的商场没有多少人，我和顾真真一路走一路买，手里拎了不少袋子。在想找个咖啡厅坐会的时候，我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人。苏总，你怎么在这儿？我表示不理解，并且大为震惊。工作日，苏涵，商场，难道他不应该待在办公室处理文件？苏涵理直气壮：“我早上4点就到了办公室，处理完了所有工作，然后您就亲自来逛街了。”我沉浸在震惊中。不然你替我逛街？顾真真打圆场：“别站着了，找地方坐呗。”渴死了。我们找地方坐下，放下东西。顾真真麻溜包揽了点单这一工作，剩下我和苏涵大眼瞪小眼。你男朋友现在是前男友了吗？苏涵试图找一个话题，让气氛不那么尴尬，显然不是很擅长。我张望顾真真，怎么还不回来？没呢，不过马上就是了。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找我。苏涵轻咳一声，我意外，苏涵不像是会管这些乱七八糟事情的人。我一边答应，一边在心里想着，估计人家只是在客气吧。顾真真及时回来，解救了尴尬的我。喝完咖啡，顾真真提议去做头发，我赶紧附和：“做头发好啊，就做头发。做头发，苏涵总不能跟来了吧？终究是我太年轻。”苏涵居然面不改色地说她也要去剪头发。我坐在发型店内，托尼老师问我想剪个什么样的啊？我也不知道，您看着剪吧。我习惯性的回答。可惜苏涵并不想给托尼发挥的空间，你想剪什么样的就剪什么样的。不知道就现在想，托尼老师可能从没见到霸道总裁是顾客，赶紧改口：“对，女士主要还是看您喜欢，不然我给您拿店里的发型册子来。”我犹豫了一下，小声说道：“不用了，我想烫个大波浪卷发试试。我从大学起一直是黑长直，因为秦光喜欢，他说很纯洁很干净，烫发时间很久。”但是苏涵和顾真真都没有不耐烦。当终于完成时，我转过身，
两人看着我，很久没有说话，我有些忐忑，是不是不好看？要不下次我还是留回直发吧。没等我说完，苏涵就打断我：“不，很好看，很适合你。”顾真真掏出随身带的化妆包，把我按回椅子上，在我脸上一顿操作猛如虎。当她终于宣布好了的时候，我深吸一口气，看向镜子中的自己，那么陌生，但又那么呜。我捧住脸，我也太好看了吧！苏涵、顾真真两人表示很想假装不认识我。最后我大手一挥，去结了3个人的账，为这一场蜕变买了单。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和顾真真想去一趟洗手间，苏涵在外面等我们。没想到赶上下班时间，洗手间人超级多。我看着前面长长的队伍，你说苏涵不会因为等的时间太久，在外面暴走或者暴揍我吧？顾真真，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别等了，自己先走，反正待会也是回个家。我觉得可以，唯一的问题是我手机放在购物袋最底层，上面压着层层叠叠的衣服，我掏了半天都没掏出来，而且形象惨不忍睹，在周围人的目光都投向我之前，顾真真制止了我：“可以了，我知道您尽力了，还是我来打吧。”顾真真从包里优雅地拿出手机，拨通电话，告知了苏涵。挂断电话，顾真真说：“苏涵说不着急。”我点点头，突然反应过来：“你怎么有他的电话？”顾真真面不改色：“刚才等你的时候交换的。”我和顾真真在地下停车场和苏涵告别。苏涵看见那辆 Smart， 眼里闪过一丝笑意。我适时地献上马屁：“老板眼光就是好，这车贼好开。”苏涵压下上挑的嘴角，高冷地留下一句：“路上注意安全。”便开着他那辆高调的大 G 离开了。顾真真意味深长地看看他的车，又看看我的车，说道：“大 G， 小 Smart， 一个集团旗下的车哦。”我一边上车一边随口回答：“那咋了？莫非我这辆是买大 G 送的赠品？”顾真真拒绝跟我说话。我们本想直接回家，没想到刚开出商场，便又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秦光和沈佳楠手挽手走进一个高级西餐厅，我一脚急刹车，顾真真差点撞在前风挡上。在他还没来得及破口大骂之前，我及时捏着他的下巴，将他的脸扭向了秦光的方向。顾真真咽回了对我的礼貌问候，转而去问候秦光了。这孙子也太快了，炮火转移成功。走走走，咱们也跟上去。顾真真撺掇我。当我们停好车，走进餐厅的时候，正好看见两人入座，两人的手依然拉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刚刚不小心倒了一瓶502胶水在手上。顾真真比我动作还快，几步就冲到了秦光他们那桌。哟，真巧啊！顾真真带着火药味的开场，注定了今天的一场好戏。小小，快来，你那个陪妈妈的男朋友在这呢。阿姨好年轻啊，保养得真好。沈佳楠脸都绿了，我忍住笑意，调整出了一副伤心混杂震惊的表情。秦光有一瞬间慌乱，当看见焕然一新的我时，眼中又闪过一丝欣赏，但很快被他压下去了。现在沈佳楠才是他的第一目标，秦光断然不会为了我而惹他不高兴，毕竟在他看来，沈佳楠才是他的捷径。顾真真，你别瞎说，我和小小已经分手了。秦光企图抢占先机，又转向我。小小，我都说了，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在心里哦了一声，怪不得这么快就得手了。原来我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分手了。秦光试图跟我交换眼神，
但我根本不给他机会。我双手死死捂住脸，我怕自己笑出来的牙龈子被他们看见。秦光，你，祝你幸福。秦光可能没想到我这么配合，有些愣住了。天可怜见，再不走我就要笑出声了。我示意顾真真快走，憋不住了。就在我们想转身逃离这个名场面的时候，沈佳楠出人意料地说话了：我们准备订婚了，订婚宴就在这周六，请了很多我父亲生意上的朋友，也请了一些秦光的大学同学。林晓你也来吧，积攒一些人脉，对你以后工作有好处。妈耶，您是结婚狂吗？进展太快了，我有点跟不上。在我再三保证一定会去以后，沈佳楠终于满意地放我离开。我和顾真真火速逃离现场，留下终于将手分开，并且气氛开始不太和谐的一对天作之合。因为目的都达到了，所以我第二天就回去上班了。顾真真在忙着做生意的间隙，还不忘打探八卦，并且抓紧午休时间跟我分享。你知道那个沈佳楠为什么那么着急结婚吗？他爸爸有个私生子，准备跟他争家产呢，估计他以后嫁人就是外人了，不能继承家产，所以沈佳楠才想赶紧找个人入赘。估计看秦光人长得帅，又没有什么背景，以后好拿捏呢。挂断电话以后，我还在愣神。当时秦光妈妈觉得我结婚以后好拿捏，没想到现在轮到他儿子被人拿捏。苏涵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我身后，用食指敲了敲桌子，想什么呢？我回过神，脑子一抽，将新鲜热辣的八卦和苏涵分享。我以为苏涵没耐心听完，没想到她不仅听完了，还认真皱着眉头提问。沈佳楠，沈家就是那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沈家，做物流的。我老老实实点头，就他家那点家产还用争到最后指不定还得往里赔钱。苏涵毫不留情地吐槽，去年他家亏了不少，险些被本地商会除名。我万万没想到，浑身冒冷气的霸道总裁居然也会八卦。这周六我去你家，苏涵淡定说道。我险些咬了舌头。神，什么？苏涵嫌弃，别人送了上好的补品，我去给林董和林夫人送去。我这才放下心，原来是这样，不过他们不在，要不你改天再来，而且那天我要出去。你要去哪儿？苏涵打破砂锅问到底。去参加秦光和沈佳楠的订婚宴。我摩拳擦掌。苏涵用再寻常不过的语气说着最不寻常的话。那没事，我把东西放在你家，然后顺便送你过去。周六那天很快就到了。顾真真提前一晚住在了我家，我俩手拉着手睡着。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斗志昂扬的顾真真强行拖了起来。天还没亮，再睡会。我睡眼惺忪，顾真真毫不留情，不行。起床化妆，我抱着被子坐在床上，不禁感慨，不愧是女强人，战斗力惊人。当我被顾真真一通倒斥，并换好衣服以后，苏涵也到了。我一袭华贵的墨绿色真丝长裙，勾勒着腰身，脚下是同样颜色的高跟鞋，眼角的眼线微微上挑，明媚的红唇惹人注意，头发的弧度恰到好处地披散在肩头，带着一丝慵懒的风情。脖颈上一条明晃晃的满钻项链，让这身打扮又跪上了一个新台阶。至少我照镜子时候，晃得眼睛直疼。我敏锐地感觉到苏涵今天盯着我的时间似乎有点长，而且苏总，你今天也有事儿吗？怎么穿这么正式？我吃惊地指出。苏涵全套手工定制西服，镶钻的袖扣闪闪发光，
苏涵似乎有一点不自然，但很快就面色如常地说道：“我陪你一起去。”啊！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啊什么呀？林董不在，我就是你的监护人，你自己去参加，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办？苏涵义正言辞。可是珍珍会陪我一起去啊！我试图据理力争，顾珍珍适时地娇弱的扶住楼梯把手。啊！我突然有点晕，可能起太早了，要不还是让苏总陪你去吧。祝你们马到成功，一帆风顺，再创新高。我很佩服他一口气说完这么长一段话，并且没有换气。由于我们3个人之间的极限拉扯，导致当我们到达会场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苏涵去停车了，我便独自先去了会场。现场的确很热闹，我看见不少熟人已经落座了。我随手拿过一杯香槟，掩饰住自己上挑的嘴角。看来今天一定很热闹呢。恍然间，我发现不只是秦光变了，似乎我也变了。不过，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沈嘉南眼尖看到了我，站在台上拿麦克风喊我：“林晓，这边！”好家伙，什么仇什么怨！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沈嘉南、秦光身上。沈嘉南恍若不知，假装很热情地招呼我：“我给你留了最前面的位置。”秦光看见判若两人的我，眼里的惊艳藏也藏不住。我故意与他对视，成功地将沈嘉南的目光引向他。沈嘉南没有错过秦光眼中尚未来得及掩饰的惊艳。我看见他脸色一沉，眯起眼睛看向秦光。秦光赶紧收回目光，安抚地拉起他的手，温柔又体贴。沈嘉南脸色好转了一些，但是看向我的目光却更加不善。林晓，几天不见，变漂亮了呢。多谢，我本来就漂亮。我真诚地回答。沈嘉南气得不轻，不过现代社会可不是化个妆，穿条漂亮裙子，戴个假项链就行了呢。你看在座的人，与你可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们随手花的钱，你这辈子都赚不到。小小，不是吃饭吗？怎么还站着？苏涵及时赶到，我忍住在线提问的冲动。老板吃错药了怎么办？急，在线等。还好沈嘉南已经学会抢答了。你不是苏涵，林氏集团的苏涵。苏涵不耐烦地回答。你谁？言简意赅。沈嘉南刚想自我介绍，没想到苏涵压根没打算听，已经转向我说：“坐下吧，站着多累。”我感觉沈嘉南的目光几乎能在我身上烧个洞。秦光看准机会，开始替他出气。几天不见，你就攀上了高枝。不过有些人攀了高枝也变不成凤凰。沈嘉南解气地笑起来，笑声却在下一秒戛然而止。呀，这不是小小吗？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一个儒雅的中年人向我走来，笑眯眯地说道。我颔首，张叔叔，好久不见。沈嘉南傻眼了。张长胜，本地商会会长，稳居当地财富排行榜第2位，一直对沈家颇为不屑，几次想将他家踢出商会。这次他可是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人请来的，怎么突然跟我成了熟人？但是对我来说，张长胜只不过是个经常来我家蹭饭的大叔，也是我爸的好朋友。沈嘉南按捺不住，张会长，您认识他？张长胜莫名其妙之中又夹杂着一点不耐烦。你不认识，他是林氏集团的千金林小小。会场静得可怕，一根针掉落几乎都能听见。沈嘉南和秦光一脸不可置信，沈嘉南甚至已经开始口不择言。怎么会？您是不是认错了？张长胜用一种看傻子的目光看他。我和林家认识几十年了，可以说是看着林晓长大的。你说我认错人了，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
旁边一位老者开腔：“就是沈小姐今天是怎么了？说什么胡话？林家千金，我们怎么会认错？这可是林氏独苗，小小脖子上的项链，可是老林总当时斥巨资拍下的，上千万啊！就为了送给自己宝贝女儿当生日礼物。”沈家南终于信了，因为开口的老者也是当地有名的商界大佬，由不得他不信。我始终矜持地抬着头，旁人只以为我是自矜身份，其实我只不过不想错过秦光和沈家南任何一个表情变化。有大学同学的议论声响起：“怎么回事？秦光和林晓不是情侣吗？”谁知道，看样子秦光这小子不知道林晓身份，估摸找个高枝飞了，没想到丢了西瓜捡芝麻。校草原来这么唯利是图，哪怕对我们之间的事情完全不知情的人，此时也拼凑出了事情的真相。一时间投向秦光的目光变得充满鄙夷。沈家南看着自己请来的各位大佬，看向自己不善的目光，也有些慌了神，一时间顾不上秦光了。秦光看准机会想过来拉我，却被苏涵挡住了。秦光隔着苏涵叫我：“小小。”我拍拍苏涵，示意他别紧张。苏涵让开半步，依然警惕：“小小，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之后呢？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直视对方，我很多次都告诉你，以后就好了，可你不信。秦光还想说什么，却被我打断了。你说的对，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秦光还想拉我，苏涵却始终死死护在我身前。秦先生，请自重，林氏集团的千金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碰的。秦光恼羞成怒：“你狂什么？不过就是个吃软饭的。”我愣了一下，皱眉，想解释苏涵的身份，他不是，却听见苏涵毫不在意地说道：“对呀，我就是吃他家软饭，你想吃还吃不上呢。”我堂堂林氏集团总经理，吵起架来居然是小学生水准。我突然想起来，顾真真说苏涵喜欢我，不可否认，我的心动了。曾经和秦光谈恋爱的时候，他自尊心极强，连我曾经撒娇想让他在街上给我系鞋带都不肯。可是有一个人明明很出众，却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为我做小伏低。当闹剧落下帷幕，苏涵送我回家，他仿佛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不敢说话。我一沉默，过了很久，苏涵终于忍不住叫我：“小小。”我打断他：“什么时候的事？”苏涵疑惑：“什么？你什么时候收买了顾真真？是他告诉你那天我们要去商场的，对不对？”苏涵尴尬地咳嗽了一声，拒绝出卖同伙。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没有了。苏涵举手发誓。我眯着眼睛打量他一会，严肃且认真地宣布：“以后也不许有。”苏涵愣了一会，突然笑了，拉过我的手保证：“永远不会有。”我以为我和苏涵在一起之后可以幸福地躺平，结果果然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苏涵在工作上更加变本加厉，令人发指的将集团的财务工作整个交到我手上。我焦头烂额了好一阵，才将工作捋顺。当然，我的进步也很快，很快可以独当一面。我爸妈高兴的天天在家念叨：“阿弥陀佛，哈利路亚，么么哒。”秦光和沈家南一些不可言说的二三事，还是顾真真给我八卦的。他们两个人最终还是领了证。不过好景不长，沈家四处漏风，拆了西墙补东墙，很快入不敷出。再加上因为秦光一事，沈家成了笑柄，也没人愿意与他们做生意了。沈家南脾气越来越大，听说稍有不顺心，就对秦光动辄打骂。秦光在公司也始终抬不起头来，
前一阵，因为晴光妈妈找到沈家要钱，沈家男战斗力惊人的以一敌二，导致晴光妈妈现在还在医院住着。我不知道晴光有没有后悔，不过那都不重要了。这天，我和苏涵在河边散步，天气很热，我想吃冰淇淋。我们一起走进便利店，我看见了熟悉的冰淇淋牌子，记得上一次见到它的时候还是在地上。我伸手拿了一个，心里默默想到18块钱耶，一定很好吃。结果还没来得及去结账，苏涵就伸手拿走了。她很认真地看配料表，最后无情地将冰淇淋丢回冰柜中，里面有反式脂肪酸，不许吃。想吃冰淇淋，咱们去前面餐厅里买材料好一些的。我悲愤，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吃不上这个18块钱的冰淇淋？许是我的悲愤太过明显。苏涵小心翼翼问我，很想吃啊。我回头看看，扭头，好像也没那么想吃。那咱们先喝一点水，待会儿到前面就给小小买冰淇淋。苏涵一边拿着水去结账，一边扭头认真嘱咐我，不认识的冰淇淋不要拿。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